因为像我们讨论过，有些是可能是爸爸妈妈以前很想成为某项运动选手，是，但最后没有达成。那是，发觉自己的小孩好像有这么一点天赋，然后就把所有的关爱丢给他。这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我刚刚讲这些都是运动好的。那我也有一个算是朋友，是，他的小朋友是 ADD， 然后他爸爸妈妈两个都会计师，所以那个教育水准非常的高。然后他的小朋友就是考试的时候，全班大概都是第一名，倒数第一名。哇，爸爸妈妈应该会很多问号。对，然后他太太比较不死心，就有一阵子就教小朋友小学2年级写作业要写到凌晨，他要写到12点。哇！就小朋友怎么教都教不会，爸爸妈妈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教他，然后请家教，后来就自己教，但小朋友就一直就后来去诊断出来就是 ADD， 注意力不足，但他没有过动。他的爸爸后来把他送去，本来是游泳跟射箭，是，然后后来他也需要运动方面的咨询，后来就来找我。那我举这一个例子就是他学运动，说真的也是慢。学射箭，因为他射箭他跟高中生一起练，那他也很乖，那个小朋友就比较不会抗拒啊，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非常的乖。可是他在高中队里面他没有什么朋友，那些都是大哥哥。因为年纪的差距。对，后来他就是让他去学游泳，那学游泳也都是后面数过来的，因为他就学得比较慢。那这个家长后来他有一路上问了我很多的意见，那我就会觉得说他就学游泳，因为游泳他比较喜欢，里面有同年龄的小朋友。是，那他这孩子非常的可爱。他会在那边认识新朋友，在游泳池认识新朋友，他会送他喜欢的东西，送小礼物给他的队友，所以人缘其实很好，但是游泳就每次教练就会讲，每次教练讲，教练讲话也是很酸，那爸爸后来的处理方式就是他一直犹豫不决，犹豫不定，说要不要持续去学游泳，但是我们后来让他坚持下来了。所谓坚持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虽然一直都没有进步，学了手就忘了脚，然后学了脚又忘了手，然后他们都会测验，每次测验下来，这个礼拜可能进步个2秒，再过个下一个礼拜，可能又会倒退个2秒。就成绩一直起伏不定，而且排在很后面。那我后来就跟教练讲说，不是跟教练讲，跟家长讲说，就鼓励他，慢慢的就会进步，不要太在意别人的判断，然后去发掘这个小朋友的天性，这个小朋友个性很单纯，非常的体贴人，暖男的类型，对不对？对啊，后来就慢慢有，就是所谓的慢慢有，就是进步的也非常的慢，真的是非常的慢。但上个月，这个学期他竟然可以游到，就是他进步的很慢，但是他可以代表队上去就是400接力，4个人的接力，他可以排得到第4个入选。对，然后运动变成这个爸爸跟他儿子交心的一个活动，对，他儿子会，他每次都会问他，然后跟他分享游泳池发生了什么事，然后跟谁做了新的朋友。然后最近他分享的就是说，他会觉得说教练这么做应该不太好，他爸爸会这样跟他讲。所以小朋友其实到现在已经国中2年级了，他已经会判断了，他会觉得说教练这么做，这样一直骂人好像不好。这样，我刚一直听到都是好像是教练会一直骂人这件事情，造成大家都会很大的压力。是啊，这种情况比较常见，但是我想应该还是有些教练比较偏正向，不骂人的。当然一定会有。有啦，慢慢我们发现，对啦，有
对，包含我们之前来过的来宾有那个正向教育的。哦，是。当然有些人说啊，就是当然有网友都会酸所谓什么心灵鸡汤，你就鸡汤派的嘛。可是现在小朋友就是有些人就是不刁不刁不行，就是有些人真的是要被，然后那个才会螺丝才会紧。对。所以我也不晓得说，那老师是，当然我们都说有教无类，或是因材施教。是。有些小朋友是真的。平常练的时候就觉得还好，那真的上场就很奇怪，就不自主的，可能就像老师我们刚聊到的，无论是心理的压力或是外在的因素，但也有那种练习好像还好，可是突然比赛会神来一笔。哦，是。对，那这个是不是也是运动心理所带来的一个效果？反正他就觉得，像我们英文叫 nothing to lose， 是你反正你就这样的，最差就这样了，是 nothing to lose， 为什么不拼一次？是，我不知道的是这种。也是会影响到表现或者是这种心理状态这样子。是，这就是就是如果说 nothing to lose 的话，就是指说，他没有后顾之忧，然后他就放手一搏。但这种情况以目前高竞技的水平的竞争，就是说几率是比较低的，但是是可以操作的方式。是可以被操作的。对，比如说我们中华棒球队就遇到日本，对，你说12强就是nothing to lose， 但日本跟我们打，他不会用这种心态。对，当然，原来因为实力本来就有差距了。我们对战要赢他，只有一种方法，那我们就要全力的去打那一种方法。那日本他们可能有四五种方法，那他都可以去选择。但我们只能打那一种，所以我们要全力的去拼搏那一个。哎呀，那如果老师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那因为刚刚讲到了所谓的专注嘛，是因为小朋友我不晓得啊，这个有点比较偏所谓成长就医学什么前额叶发展，所以他专注不够。就像有时候小朋友一直盯你，像正如之前分享过，提醒你袜子要带，就他都说好，但是袜子就是好没带，好就是忘了没带，就是忘了带。因为好就没带，那我不晓得是说，像我们的朋友，运动店的朋友应该也有遇过，像我本人也有遇过这种，但是慢慢的像长大，可能真的就是会比较。那我不晓得在这路上啊，除了刚刚讲的说增强，是，当然鼓励，但是因为遇到状况是，可是我们又不希望说每次都是我们像正如后来是帮忙有带啦。可是我们也希望说他是给自己对，那有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好比说日常，然后他真的是小4、小5、小6了，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还是说偶尔让他错一次，他知道了就会增强那个记忆？这我觉得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很实务的问题我们比如说刚刚讲说是不是在他小朋友在小学的时候，在成长过程里面，你让他去电他一次，但我的啦，我现在我是做这方面的研究，我觉得，也许可以做，但是大概只能做一次。怎么说？你不能太常做，因为那个人会变得被动。人会变得被动。那其实为什么会变成正向的鼓励，现在会变成主要的主流的想法，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你如果不小心给他太强的挫折感，那他会产生阴影，那会限制。如果说我们讲运动是要发挥人的潜能的话，这一种挫折感伤害到我们讲，理论上来讲就伤害到他的自尊心了。那他到真的要拿出要拼的时候，他会有点，就只能用那种就是变赌呀。他不会真的很勇于把他的自我给展现出来。老师，那这样会不会像，其实我自己我儿子就亲身经历，好比说他会原本拿手的事，可是他为了不要被骂，然后他就做不会犯错的事。是的，好比说没有人规定打篮球，没有人规定一定都投得进嘛，但是投不进，教练说为什么投不进？这球 wide open， 没有人守你还投不进，然后或者是打球一样嘛，这明明就直球，你明明就很会打直球，为什么没有打出去？那他是不是就是会变成是被动的？就是像老师你讲到的，可能因为怕伤了自尊，然后而不做犯错的事。是的。竞技运动好像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正如在这边啊，如果说一个什么叫成功的战术，
就投进就成功了。战术是只要把战术跑出来，对，跑出来了，这样就可以了。执行到就是我们想要做，把空档跑出来，那就算成功了。对啊，所以有没有投进，那也要老天爷保佑啊。对了，丢出去就是我做好我该做的事情，剩下一半看老天爷啊。是的。我现在讲就是说，我们要区分过程跟结果。过程跟结果。两个当然有关系，但不能把它混在一起啊。对，我刚刚举那个祖克的爸爸工程师，他就是把过程跟结果把它混在一起。我们现在的社会都要求 KPI， 所以大家都累得要死。但运动不是这样子的。很多事情也不完全是这样子。OK， 对，这样让我想到的就是，对你过程中如果做对，你的结果赢球只是个结果，几率会比较高。但是你一直在想着说，我就是要赢，就是要赢。你把现在该做的事情都漏掉了，那不是很惨？对。那我这样想到，就像我之前讲的，就是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一直练投篮，我没有办法把我们自己练到就是每一球都投进，但我们练的是把进球的几率提高。是的。这一样都在做一样的事，可是那个 mindset 就不一样，对不对？对。懂了。那老师，那其实有一个东西我自己本身也就是蛮好奇的，因为我也还在这一条路上面嘛，我其实一直在很想着，因为我其实跟老师聊过天之后，我就觉得其实运动心理真的蛮重要的啊。是。那我蛮想要了解说，真正顶尖的运动员，不管是学生或者是职业，他们的好的运动员，他的运动心理跟不要说不好，就一般的。到底中间会有什么样的差别？我一直在想说，我看过天花板最高的球员的 mindset 到底是谁？我刚刚正如在讲，我就飘出来了哈。其实那些成功的运动员，他最大的 mindset 就是他坚定不移。他可能会有怀疑，但他怀疑只有一点点而已。然后他相信他就是要获胜。所以才会造就出那些传奇的人物。我们白东西狼来查贼。对啊，有些人就，那他那个 mindset 非常的强。我现在讲这些不是只有拿一个世界冠军哦，也不是只有拿一个奥运金牌，我讲的是大概在这个之上，就是有一些人真的是，就是我们说很能够忍受痛苦，身体上的痛苦，是，然后他愿意去治疗，然后他会愿意花非常多的时间来准备，然后他非常的要求自己。就是把自己顶到了那个天花板，你还不晓得他的天花板在哪里。我们在旁边看都觉得说，天哪，那我去宽挡。所以我们一直讲说大心脏那种，就是我不知道老师你刚刚提到的，假如说怀疑自己，像我们自己，我不是职业运动员，当然我也认识蛮多顶尖的运动员。那我要讲的是说，那好比说像我们套用在以基层的来说。怀疑自己，我相信蛮多小朋友，甚至于家长也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让小朋友过得太爽，或者应该没有家长觉得自己就太push啦，是对。但是我不晓得在怀疑自己的这个状态，就像你说的，顶尖运动员很快就可以走，那他有做对什么事可以让自己很快的怀疑自己的这个时間是最短？是最常见是他会找成功的经验，然后他会回想他以前成功的经验，他做过哪些事，他有成功的经验，他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迟疑其实是很短的，可能以我的看法，大概一个晚上，可能不到一个晚上，睡醒之后就没了。这么快？不然当不了做成功的运动员。所以我们爸爸妈妈也是要学会啊，睡觉起来告诉他怎样可以。给他很多成功的例子跟经验，或者是他做对的时候，我们给他正向的鼓励，让他把这个经验记在脑子里就对了。如果对爸爸妈妈来说的话，就是我们都会看到一些很成功的例子哦，可是千万不能拿那个成功的例子去 push 小朋友，因为那个距离太远了。就是不要把别人的例子复制在他身上。对，那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该运动的时候就运动，好吃好睡。然后成长得好，心情愉快，成绩就会好。对，这最基本的道理啊。所以就是把成功的案例复制贴上，对，尽可能，然后不要有太大的改变。
这样意思吗？就是说他好吃好睡，然后该练习的时候就练习，然后家长因为爸爸妈妈每天跟小朋友在一起可能会看不出来，但是你可能每2、3天或1个礼拜，比如说他刚好暑假这阵子刚好去参加 camp， 对，那你就看他有没有进步，看他有没有脸上有没有笑容。如果被练到就是你要逼他去，那都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人有的时候是人难免有他懒惰的时候嘛，稍微就 push 一下，看行不行。刚刚正如有提到说，那个小朋友有时候会有一些刷身，就是掉袜子啊或掉什么，那这时候要看哦。有时候就是说，因为小朋友还小。一直到国中，以我的标准大概到国中都还可以忍受说他会掉东掉西，对，不要一下子 push 太紧，因为小朋友的可塑性非常的大。对，不要因为这样子而反而他就直接放弃了。对，反正我怎么做都是达不到你标准不如就对 OK。然后在团体里面，因为会有团体的规矩嘛，是，那小朋友他还会，除非是我们讲到特殊的儿童，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就我刚刚朋友那种特殊的小朋友，不然大部分他都可以维持在那个标准里面。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爸爸妈妈就比较宽心一点，可能1、2个礼拜稍微再来检视一下，说小朋友是不是有进步，然后练得如何。那他如果对运动有兴趣，我们不见得要培养他当运动员。他如果对运动有兴趣，其实人的兴趣是可以培养出来的。他如果比如说他最近就在参加 camp， 然后每次都有学到一些新的招数，那小朋友一定会很开心，然后会回来demo 啊，所以爸爸妈妈就可以干得出来啊。看得出来说小朋友是不是有在成长啊，是不是喜欢这件事？那就看爸爸妈妈后面还要不要再继续投资啊，让他学更多啊，或者是通常我们现在的家长都会顺着小孩子的天性发展嘛。是。对呀，然后因为他自己吵的话，你也会觉得好烦他。对，有力气啊，对，因为谁有在那边啊，我要跟他去玩啊，这样子。成绩当然很重要，他有没有一直持续向上？但是太早有成绩，不见得是一个好事。那老师我也想请问，因为其实身为爸爸，身为家长，而且我们现在从事又是团体运动，我们常常好比说举例啊，你就会比如说那谁都比你好，那家长就是偶尔会说，你看啊，都一样都练球啊，你看啊，为什么你的队友谁他就打得比你好？你觉得这样的比较，好像蛮常出现在我们家长的对话之中。我不晓得你会建议怎么样去修饰，不要这样子讲啊。就是说，还比如说别人的成功不代表你的失败，所以我不晓得这是比较那个一点嘛，就是比较东红一点。那我不晓得说，因为一定会有家长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忍不住会去比较啊，明明就同队一样，同样的时间啊，为什么他就是比你？我不晓得这个东西该怎么。这也是很不好处理的问题哦。就是说小朋友第一个就是要有成就感，那他来学打球啊，他自己要有成就感。可是我们这个成就感是比来的，那这个就会很 tricky， 就是说会有点不好处理。我的看法是这样，小朋友如果觉得他自己有进步，然后他觉得我们讲直白一点，就算是他自己我们说自嗨，自嗨，那个都可以接受。那家长在做这些比较的时候，难免大人会做比较，那怎么处理？我觉得说真的，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因为大人我们很难去影响别人的看法。是。那我们可以教育我们的小朋友，就是别人表现得那么好啊，你要不要比看？你要不要追看，试试看？那让他，因为运动还是一个竞争嘛，让他有那种竞争的心出来。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这就颇困难。就是说，对家长来说，就是还是要去调整。我的看法啊，通常他会有成就感，就是他比别人好。
对，他成就感就会出来。可他如果比别人差，通常小朋友就会想走，想会离开这个运动环境。是喜欢要输吗？是的，那成功的定义，回到成功的定义，核心来讲就是维持自己能够进步，然后不要最好也能够赢人家，但是不赢人家没关系。你的定义不一定要只在赢人家，跟自己比较，而是自己有进步。光只有赢人家啊，那很痛苦。小朋友会非常的痛苦，每天都比昨天的自己更好，或者是对啊，今天我每天都有进步啊，这是我唯一可以掌握的事啊。我觉得还不错。那老师就是因为其实讲到这些，我觉得某些东西也是蛮牵扯到自信心的啦。是的，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对于自己的自信心的程度，我觉得都不一样，即便我们大人也都是。那这种东西有办法可以自己去建立吗？还是其实有些这种东西是我可以装的，我很有自信那种？我现在讲装的这件事情哦，装的是这个当然是可以短暂有用啊，但是他怕是纸老虎。纸老虎。但是我们说拿出来那个什么电解就短暂的几分钟应该是可以，但是如果长期来讲那个装出来就不大 OK，如果自信心这个是可以培养，其实自信心最核心的做法就是一步一脚印，你都有在做。然后你都有看得到时机，所谓时机就是你都有在做，然后都有在持续的进步，你的自信心就会上来，而且你会对自己非常的坚定不移，那个是很稳固的一个点，就是我说很稳固的点就是自信心，我并不一定要一个很全面，但是我只要有一个点能够站得很稳，那就连动都不会动，这就是坚实的很坚固的自信心，坚固的自信心。就像那个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公牛队 Dennis Rodman 什么都不会，但是超会抢篮板。是的，那一个连外人也不会，深信不疑。是这样意思，就是那个能力就是这样子。对，他不一定全部都要很好。是的，但是光抢篮板，人家完了有他。对，然后这一个像 Dennis Rodman，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他后来这边染头发，然后搞那些有的没的。我都很难想象说这怎么样正如有办法跟这种人打球啊？目前还没遇到过，没有当队友过。对我现在举这个例子，就是到后面大家都可以接纳他，对，然后他可以搞一些有的没的，跑去狂欢，对。但往下讲就是说，就是看到这个人 Dennis Rodman， 这是公牛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看到这个人用这个人的好处。放大他的优点，对，长处这样子，对，所以我们爸爸妈妈要试着去学习看到小孩的有一个优点，对，像球探一样，就是我儿子原来是什么速度可以很快，对，就拼他速度快的，对，就像我曾经听教练说，你是一条鱼，你不会跟猴子比爬树啊？是的，是这样意思吗？是的，所以小朋友就是让他多尝试，然后开发他的潜能，然后他的长处要被找出来，然后建立在他这个点上，他就会一直往上。OK，好啊，那老师对，因为真的很荣幸可以邀请你，我觉得我们这个课题真的很广，而且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对，但是节目的最后，我觉得不免俗的还是要替我们运动第二的朋友们，就是请教，就是说，有没有你的一句话或一个观念或一个建议，可以分享给我们正在陪伴这学生运动员成长的家长们，或是学生运动员有一些话可以分享？运动不只是在运动场上，然后可以透过运动的培养，然后迁移到日常生活里面，然后自信心跟心理技能这些东西都可以后天的培养，但要用对方法。那运动场上，我们运动的家长其实看到的只是运动的这个 part， 可是运动其实它就等于人生。运动就是一个运动的家长或运动的家庭，或者所谓的运动员，他都是一个积极的人生观。哇，这格局就完全不一样了，不需要再纠结一个比赛，
是的结果。是，对，那甚至于像小到一个 play 是的那个结果啦。是。好啊，真的今天很感谢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那当然未来，因为老师其实还有职业运动员的那个，对，蛮多的 case 可以分享，可以分享。对，那以后我相信我们一定要再邀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是，对，谢谢老师。高度心理素质的冠军不是没有压力，而是带着压力仍然相信自己。让孩子拉开差距的不一定是天分，而是失误之后敢不敢再上场。欢迎订阅运动 DNA， 不论你是用 Apple Podcast、Spotify、YouTube 或是其他平台，按下订阅，每周跟我们来学习运动教会我们的事。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 IG 和 Facebook， 搜寻运动 DNA， 留言分享你怎么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运动 DNA， 我们下集见，拜拜。